亚瑟第一次来到圣丹尼斯，就领教了勃朗特的厉害。这里的人对他简直是怕得要命，就连勃朗特这个名字也无人敢提起。后来亚瑟找到几个小混混，别看这几个小混混是未成年，但他们却都是混社会的老手。他们说亚瑟只要支付5美元，他们就能带他找到勃朗特。5美元可算是一笔巨款了。要知道，在当时这5美元完全可以买到一匹马。为了能找到勃朗特，亚瑟还是给了他们5美元。只是亚瑟还是低估了这几个熊孩子，他们压根就不是奔着这5美元来的，而是为着亚瑟兜里的那几千块钱。他们趁亚瑟一个没注意，直接顺走他的背包，这里面可是亚瑟省吃俭用攒下的全部家当，这给人抢走了还了得？于是亚瑟赶紧就追，但这几个小混混熟门熟路，在巷子里和亚瑟玩起了捉迷藏，搞得亚瑟十分狼狈。亚瑟最后追到一个死胡同里，这里是这些小混混们的窝点。他们的老大虽然也是一个孩子，但看起来却是少年老成的样子。他先是给偷背包的那个小混混2个耳光，接着又告诉亚瑟他们都是在为勃朗特工作的。当亚瑟和达奇一进到圣丹尼斯的时候，他们的老板勃朗特就已经发现了他们。之所以把你引过来，就是让你知道，现在不是你们要见勃朗特，而是勃朗特要见你们。说完这些话，他就把勃朗特的地址告诉了亚瑟，接着又把亚瑟的背包还给了他。这个勃朗特也真是一个厉害的角色，还没等见面就先来了一个下马威，看来这一个人可不好对付。有了勃朗特的具体地址，达奇就带上亚瑟和约翰直接去拜访他。亚瑟对此表示担心，这个人可是不简单，他是黑手党的老大，在圣丹尼斯他黑白通吃，就咱们3个人能行吗？而达奇听了却不以为然，他让亚瑟对他要有信心，他准备用自己的人格魅力打动勃朗特。等到了地方，达奇上来就把门卫打了一顿，接着带着亚瑟和约翰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屋里。虽然有好几杆枪对着他们，但是达奇一点也不慌，直接向勃朗特索要小杰克，并且还放下狠话，如果勃朗特不归还小杰克，这个屋子里要死很多的人。 So, you walk into my city, stinking of shit and looking like this, and you come into my house before you have a bath and you tell me how to act? You ask me to show compassion. Have I not shown you almost infinite compassion already by simply allowing you to breathe in my presence? 就在如此剑拔弩张，双方随时可能开干之时，没想到话锋却一转，勃朗特忽然哈哈大笑了起来。他说他非常喜欢达奇他们，他很高兴和他们交朋友。就在亚瑟满脸懵懂，半天没有缓过劲来时，勃朗特已经让人端上了美酒。勃朗特说可以归还小杰克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就是让帮派给他解决掉墓地里的盗墓贼。说完就让亚瑟和约翰去处理此事，而达奇则留下和他聊天。达奇他们心里明白，说是聊天其实是做人质，但是已至此，亚瑟和约翰也只能走上这一趟。很快2个人就来到圣丹尼斯的墓地，没想到这个墓地占地面积实在是大，一时半会很难找到盗墓贼，他们只得一处一处的寻找。他们先是发现了一只流浪狗，后来又碰到了一个酒鬼，最后终于发现了盗墓贼的身影。这几个都是小毛贼，很容易就把他们都解决了。等解决掉盗墓贼，2个人返回勃朗特的家中。勃朗特遵守诺言交还小杰克，见小杰克安然无恙，约翰喜出望外。达奇称赞勃朗特是一个正人君子，一个大大的好人。他不但归还了小杰克，而且还邀请达奇他们去参加一个宴会。出席这个宴会的都是上流人，达奇认为机会来了，他们正好借此机会搞到有用的信息，然后好好的干上他一票。等有了钱，他们就可以远走高飞了。约翰问起小杰克这几天过得怎么样，小杰克开心回答道：“他吃得好，玩得好，住得好，并且还亲切地称呼勃朗特为老爹。”约翰听了心里却不是滋味，这几年自己这个亲爹真是不合格，以后一定要好好承担起父亲的角色。等几个人把小杰克带回营地时，所有的人都沸腾了起来。他们为了庆祝小杰克的回归，特意举办了一场宴会，他们围在一起唱歌跳舞。看着如此温馨欢快的一幕，亚瑟不禁想起了西恩。上一次如此开心的时候，还是在营救西恩回来的时候，只是可惜这个小伙子已经不在了。此时他的坟头已经开始长草了。随后达奇又发表了他那伟大普烂的演讲，他的演讲慷慨激昂，又将情绪拉满，听得比尔麦卡几个人不住的点头附和。Tahiti, Fiji, Australia, the real New World. Not this God-forsaken dump that all of Europe's detritus has handed out its peasants vengeance on. We are gonna be free. 但达奇的这些话，亚瑟听起来却不是滋味。他心里不禁问道：达奇的普烂真的靠谱吗？